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我们今天呢要进行一项非常有趣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其实也不是游戏啦，就是我也没有觉得是个游戏吧。对，游戏形式的一个问答题啊。我来问答两位环节。对，我来问两位大叔各一个问题。然后你们要就是一个人选择回答，另一个人不回答吗？不是两个都要给我回答，不够针对性啊！我觉得你抛出来一个问题，看谁想答吧。我会问Ben叔一个植入内心的问题。哦哟，我也要问你一个植入内心，然后再问灿叔一个很表面的、很表面、很浅显的生活上的问题。这是我的特色。那我们先从灿叔开始好了。灿叔，我想问你前几个月你告诉过我们，你养了一只猫。那只猫对不对？还在吗？那只猫还活着吗？有没有被你们虐待？这只猫目前的境况如何？它对你们家造成？我觉得被灿叔送人了吧。然后因为没有送人，我没有见到这只猫出现在这个叔，你没有看灿叔的那个频道，那只猫还在。我想问的是，家里养了宠物之后，对你们的生活有没有增进夫妻的情趣？然后为什么用情趣这个词语？然后就是到现在养猫的感受如何？因为那个猫用爪子突然从枕头下把情趣用品给弄了。谁会把情趣用品放在枕头下面？我问你。没，Ben叔家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差点变那个黄标频道。好，来，请回答。就像茶叔刚才说的嘛，因为笨叔没有看过我的这个新的播客，对不对？我和畅嫂在做节目的时候，猫咪都出现过，被畅嫂抱在怀里，然后呢，然后没有出现的时候，在背景制造噪音也有啊。就是它确实在我们家，我觉得现在已经具体几个月，它已经可能有6个月大了吧。我觉得适应的应该说是越来越好。其实你们适应的还是他适应的越来越好？谁适应的越来越好？都有。其实我适应，首先从我的角度看，其实我适应的就是越来越，其实有他没他一个样。是吗？就是不是你的角度是有猫没猫无所谓。对，其实因为灿叔过来把门一关一锁，猫就在外面了，是吗？是这样，最主要是我感觉我其实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是没有多少时间和猫亲近的，就我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从猫身上获得一些这种，有些人想得到一些情绪价值啊等等，去撸撸猫这种感觉，可能让你很安心。其实我每天都忙的感觉脑子都停不下来，有时间我还要陪孩子出去骑车、踢球，我还要陪我老婆。就是聊聊天，就是他有很多话要跟我说，我还要做饭，对呀，我还有一些还要工作，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真的花时间来对猫做什么事情，就是陪它。你要对猫做什么？你想对猫做什么？那猫对你做什么吗？猫是这样，因为这只猫就是，因为我老婆睡觉睡得很浅。所以猫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我们是又买了一个这种，我们这边叫什么猫咪公寓，其实就是一个笼子，3层的这个笼子。晚上让它在里面睡觉，我们睡觉让它在里面睡觉，白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把它放出来，这样。现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因为我们也担心它到处乱跑嘛，有些地方不让它去，甚至这个房间的门都关起来等等。但后来它就越来越适应，我们觉得它其实也不调皮，不会乱把你东西乱撇之类的。甚至我们餐桌上的给它专门摆了一小杯水，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也可以上去喝水啊等等，所以它上去也不会乱动。甚至这只猫还是一只非常挑食的猫，就是有些东西给它也不吃，就是比如说我们面前摆了我们吃的东西，它闻一闻也就走了，它不会吃这些东西，它就是有时候吃饭还要专门人喂它。不喂它还不吃就是这样，特别挑食一只猫啊。但是呢，
怎么说呢？最早的时候就是回到最早的时候，这只猫是我老婆，就是我儿子想养的，因为他在网上看了好多猫，觉得啊好可爱啊，我也想养只猫啊。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买啊，然后就没买，可能心里也不舒服，成天惦记。后来年后就买了这么一只猫，但是小孩子的这个东西，我是觉得真的就是猫一旦买了之后，我是觉得它不只是喜新厌旧的原因，可能是一开始看的视频看得很美好，其实猫你在视频上看都是很可爱的，对吧？很粘人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些很调皮，但你不觉得它很烦人，不会。但是现实中买来猫，你会发现其实猫它毕竟是一个动物，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它和你也不熟，它不可能马上就是说马上就很黏你，或者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你想撸它它就一定让你撸，不是这样的。它有自己有野性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稍微弄弄它嘴巴反过来要咬你，它有时候会这样的。它不是真的咬，它是嘴巴会张开。它猫的咬合力是很强的，它要真咬你肯定会受伤，但是它会这样过来，感觉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碰我，可能它这种边界感非常强的这么一种动物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儿子会从这只猫身上看到，就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他那个时候，但是我和我老婆说了，就是养猫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让我儿子对猫断念了。就是一开始就是特别喜欢猫，真的养猫之后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猫，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可以把这个事情放下了。不然的话他可能没有养猫，他就脑子一天到晚都想这个事情，成天看这些视频，然后他就其实他就没法去做别的事情了。养了猫之后，猫对他而言，他其实这个事情他就可以放下了，玩腻了，玩他就腻了，他可以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他又重新把之前玩魔方这个事情捡起来。之前就玩魔方，他玩到一定程度就是有点受挫了，就是因为比较难起来了。然后呢，当时可能老师也不是特别好吧，或怎么样啊。同时那个时候他有的新的兴趣就是飞机，然后飞机后来有猫这样，他就是兴趣爱好是把他整个脑袋占了，他也不想再弄那个魔方了。现在刚好飞机这个已经过去了。我和你们说过，我们之前专门陪着他去机场附近看飞机，甚至去了北京。也是在北京机场的附近看飞机，反正就是他想干啥就陪他干啥。现在刚好这些兴趣爱好他也都热情就消减了，刚好可以开始重新捡起魔方了。最近就是说起这个事情，就是和猫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养了猫养了这么久之后，就是第一次出远门，让它在家里可能是星期五出门，星期天回来，那就5、6、7 3天。所以在家里就备足了一些猫粮，放了几碗，还有水之类的。然后家里还有一个摄像头，放在那个餐桌上，是能看到它的，监控一下。对，能监控到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要再回到前面一点，就是我和我老婆，就是我和我儿子的态度差不多，就是我对猫也没有特别的上头，但是呢，他有时候过来我也稍微摸一摸它。最主要是每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所以我一起来之后，可能5、6点的时候，他看到我了。然后就在那喵喵喵就要叫了，然后让我给他开门，开门过来就一出来之后就在我身上这个脚跟前凑啊凑，尾巴翘起来抖啊抖，其实还觉得会很可爱，你会觉得这个时候猫很可爱，我就给他扔了几个猫的冻干，就让他去吃，吃完之后他那个时候有时候也还困着呢，就是我在这边开始写东西啊什么的，他就在我的边上待着，有时候在窗台待着，有时候在床上待着。反正我是觉得也有，他其实挺乖的，他不会专门跑到我老婆他们的房间门外去喊，不会这样，还是挺乖的吧。同时呢，就是除了我和我儿子之外，我老婆其实反倒内心她是很喜欢猫的，她喜欢猫带给她那种情绪价值，她觉得撸猫它是让她很安心的这么一个行为。但是这是小猫咪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听话。就是它不会像你想要的那个状态，而且它可能还没有适应这个家庭，而且本身我觉得这猫是一只挺敏感的猫，因为猫的性格不一样，有些猫它是比较粗线条的，有些比较敏感，它是对一些东西它的感受比较敏感，所以它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让人和人很亲近。但是我老婆后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沮丧，就是希望猫能带给他更多的这种可以撸猫的暖抱在怀里很舒服的那种状态，猫跟他很亲那种状态。一开始没有得到这个，后来
后来我们想了一下，可能我们的这个喂食方式有问题，就是给它就是提供足够的这个猫食，随时可以去吃。我觉得让它这样没有把这个食物和人建立连接起来，所以后来就是调整一下这个食物，让我老婆去给，比如猫条啊什么都是我老婆去给。后来就是有时候要干个什么事，奖励点猫条什么的，他和我老婆就相对会慢慢变亲起来。而且我老婆也确实有时间就会抱抱它、撸撸它、陪着它。所以猫是对我老婆的反应是最大的，就是我老婆一起来，比如一上厕所什么，它嘚就跑到那边去，就在厕所门口等着了。就是基本上我老婆干什么，她基本都会跑到边上去，就会跟着我老婆比较多。现在已经比较黏了，但是还是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你抱起来抱一会儿，它又要走。但是整体已经比这个之前好了很多。我是觉得和我老婆这个亲近啊、亲密程度已经变得好了很多。就是这个跟你不亲是吗？跟我不亲，跟我不怎么亲，因为我没有什么时间陪他。你没有去撸他，没有撸他，你也不喂他吃的，对吗？吃的就是早上的起床的时候给喂几个冻干，平常我也不怎么管，主要没有时间了，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反正家里有一个人好好对他就行了，谁有需求谁好好对他。对，是的，不会饿死就好了，不会饿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那其实还好，我觉得他在家里很享受了，现在想去哪就去哪。我是觉得，然后比如说我老婆他们起床之后，把门会打开一条缝，他就装进去了，然后会趴在那个床头上，就趴那块儿，对，要睡不睡的趴在那里，有时候也会上床，趴在他们的脚底下。有时候我在这里睡午觉的时候，也不知道莫名其妙什么时候进来，在我脚底下就睡着了，也会有。其实我觉得肯定多少是有些感情的，但是我这个人其实天生对猫或者狗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需求，这是我的问题啊，不是猫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去了这个宝鸡去了几天，当时觉得有时候也挺怪想它的，就是我老婆他们会打开这个摄像头看一看它在干什么。就发现其实就是人不在家的时候，猫也会很落寞，它其实会这样，它会。然后呢，它之前的话，有时候在家里，你白天下午的时候，它基本上会睡一个下午，那早上可能会瞎溜达，晚上也是会瞎溜达。但是我们去的这几天，可能第一天还好，第一天可能第二天开始就发现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门口那块待着，等你们，等我们。对，有时然后我老婆去用那个摄像头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会过来，他听到叫他也会过来，在边上蹭蹭。他是很其实会想念主人的，会有这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其实所以说这个状态还是会慢慢有连接感吧。我就觉得特别是对喜欢猫的人而言。所以那天一回来，就是我在底下行李没拿完，他俩就回去了。我老婆就说：“快去抱。”对，一进门的时候，那个猫是飞奔过来的，以前不会，它是慢慢走过来。那天是飞奔过来了，然后叫了很久，就以前不会这样一直叫。而且还有一个插曲，就是那天我们回来之前，早上的时候，我岳父岳母到我家来了一趟。就是因为我岳父可能在这附近没地方上厕所，到我们家上了厕所。然后因为他们是有那个指纹的，可以直接进来，我们是用指纹锁，可以直接进来。然后猫一听有人可开心了，一到跟前，因为我们从那个摄像头能看到。结果因为我岳父岳母不喜欢动物，所以就是我还把我岳母吓了一大跳，喊了一下，然后猫也很失落了，后来自己又乖乖的走开了。因为刚好我们在家门口的话，有一个那个小蹦床，是瑶瑶小时候用的，后来给猫玩了，就放在门口。它就装在那个蹦床的底下，就那感觉很落寞，就是我们怎么还没回来，是一个陌生人回来了，回来好像还不怎么喜欢看到他，不喜欢他。对，我觉得被讨厌了，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和动物待久了之后，其实多少会有点这种感觉吧。现在比如说我们要出门，比如说我们27号的时候要出趟远门，就是会想到，哎，这个猫怎么办？因为以前想出去就出去了，要1个星期啊，你不可能带着它，因为现在它还不可能适应外面的环境。你到时候我们白天去了，它不可能把它放在酒店里，对吧？所以我们想的就是到时候让我老婆的侄子，就是可能过个2天左右过来喂一次食。喂吃吃的，喂一次吃的，然后因为他侄子还是有点喜欢猫的，
所以我觉得猫需要稍微互动一下，就是陪陪它。有人的话，然后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只要有充足的猫粮和水，对它而言，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猫咪在我们家慢慢也就适应我们家的生活了。好了，我的这个比较肤浅的分享已经结束，转到笨叔那去。很有意思。这个不行啊！你听到会不会想要养猫？没有啊，但是我在想你问这个灿叔的问题太水了啊，所以不公平。你现在问我，你需要问2个问题，我选择回答哪一个啊？因为我怕你问的直击灵魂的那个，我不是很想回答，我也想回答比较水的问题。二选一。那我就要马上还要再想出另外一个问题。我本来想到的问题是。因为我跟灿叔像我有哥哥跟爸爸一起住嘛，那灿叔是有家庭嘛，现在又多一个新成员猫咪嘛，不是很亲人的猫咪，然后你慢慢亲人起来了，慢慢的改善了，我有室友啊，也有啊，我要问Ben叔的就是室友是不一样的关系了，对啊，我要问Ben叔的是就是一个人生活，会不会你觉得就是像我们有家人一起生活，你是比较喜欢如果有家人在一起的话，一起生活的感觉，还是你比较喜欢现在一个人独自生活的感觉？对，另一个问题呢？二选一啊！你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你要问2个。我的第2个问题就是说，笨叔现在在汉语教学中已经这个执牛耳的这种地位了，对不对？什么叫执牛耳？处于顶峰之间的男人。对，灿叔解释给大家听。就是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第一次听这个词啊，就是对啊，把牛耳，反正就是说明你是 top 了就行了，你就可以理解成折牛直牛耳，牛的耳朵。哪个直啊？直就是直指之手，与指偕老那个直啊，那个直就是直牛的耳朵啊，直牛的耳朵啊。这是新的词吗？这是老词。说明你没有文化。我们2个故意这样讲，凸显出中文老师再厉害都有短板呢。剪掉这2分钟。中文老师厉害不代表他对古典文学了解。对，这是古典文学的范畴了，这实话。好的，这是我跟灿叔的专长。对，好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笨叔教中文已经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想说有一天，你像我教英文也很多年了。我就有一天告诉自己，我不想再教英文了。我现在看到英文就想吐，我就不教了，烦死了。所以我可能转换跑道，我可能教中文或做别的事情。笨叔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你对教中文不再有热情，或者你真的想要换不同的生活方式了，那你会做什么？你不教中文之后，还是你会变成一个无根浮萍？不晓得该怎么办。这个2个我都可以回答，但是你们选一个吧，你们想听哪个？那就2个都回答吧。2个都回答就完了嘛。我只回答一个，我不要2个我都知道说什么，但是灿叔灿叔选一个你有兴趣的。想听哪个？先回答第一个吧。好的。灿叔果然对家庭比较有兴趣。对。好的啊，但第2个可以留在以后。我最近有大的那个项目啊。我跟你讲，我们录完播客就忘记了。对，什么留到以后肯定就忘记了。对，下一秒就忘了。我知道，就是先回答第一个，因为我那个也没有成熟啊。对，第一个就肯定不会跟家人在一起啊，从小到大都那个比较独立啊，所以要跟家人住在一起，我不适应啊。但是肯定，就现在我妈妈岁数大了嘛，那我肯定，她肯定也等不了我太久。那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每年回去，陪她。我每年肯定要留出2个月陪我妈妈啊。你真孝顺，要不然她就过来。你能陪2个月，你真是很孝顺的孩子。就是2个月，就是一直在一起。对，就是不是说就是看一看走了，我就是
2个月跟他在一起，1个月他在这边，或者是1个月我回去。像今年3月到4月玩了1个月，然后9月再陪他1个月，这样啊。但是肯定不会住在一起，因为住在一起的话，我们2个都不习惯，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比较独立的啊，就是待时间长了也会觉得会就是彼此干扰，就是我们都喜欢有个人空间啊，我们是特别重视个人空间，但当然如果1年不见面也会就是物极必反嘛，你肯定会有很孤单的时刻，但这样每半年我们见一次这样我妈妈她有一个念想，她知道她不是一直一个人孤单的，她知道OK 6个月之后儿子就回来陪我1个月，然后她可以享受她自己的个人生活、个人空间，那同时然后儿子也回来陪她的时候就2个人就是做很多活动，一起就是体验探索啊，对啊，所以他也不是一个愿意每天做活动的人，他也可以就是集中的1个月活动一下，然后再回归他那个比较工作狂的状态。我们2个都是这种就是工作狂，不见面的时候就工作狂，见面的时候就一起享受生活这样的所以我们2个都看不到未来我们会住在一起或者一起生活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就是花时间，而且你半年不见，其实你见面的时候，2个人反而会觉得很珍惜这个当下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会比就是一直在一起比较平淡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更特别一点，因为我们是去不同的城市旅游嘛，就会创造很多这个回忆所以然后他也喜欢那种我拿照相机给他照相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是而且他是那种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就是即使他未来他真的行动不便或者是就是感觉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他是那种比较不愿意就是让儿子看到自己很脆弱的一面的那种人，他比较有自尊心的那种，就是他觉得我照顾他，反而他会觉得没有尊严会觉得不舒服，他宁可自己就是花钱找这个特别好的疗养院老人院让那些人来照顾他，他也不愿意让儿子去伺候他这个吃喝拉撒这样的，他觉得不习惯不适应，他心里也接受不了我去就是那么体贴的照顾他，所以他已经想好了，就是自己未来肯定要去老人院的这种他反正就是他已经很早以前，就是好20年前就给我这样的想法了。他在灌输，就是告诉我不需要我去给他送终或者是给他养老他就是已经就是想好要自己怎么办对，哇，所以你妈妈今年多大岁数了今年她是65年的，65年的，现在你们数学怎么样？我数学不行了，61、2岁左右，60，对60岁上下，对。那和我爸妈差不多。你妈属什么呢？属蛇。哎，属蛇，对我爸妈也属蛇的，那是同龄的。对，OK， 所以你妈妈也蛮，就是第一个是独立了，第二个就是她希望是很有尊严的活着。对，甚至我觉得能够想到连送终不需要你一定要回来都想到了，这个已经是对，就是对自己最后这条路是很透彻的。对而且他特别的固执，就是他不会去看医生做检查，就是怎么逼他做体检没有去做吗？他就是他说如果身体有很不好的情况他接受然后他不要，他觉得如果体检了发现那个病他会这个走得更快所以他
宁可不体检，他觉得不体检自己就是可以高高兴兴的，就是可以一直活下去。他身边认识的很多人都是体检之后发现有病，就很快就没了，所以他就是不体检，他觉得自己。开始我会觉得他身体真的不行，可能应该体检会检查出来什么。但是后来来欧洲这一个月，就是我跟你们说了一个月之后，发现他身体这个素质还不错，就是一下就是恢复了特别好，然后感觉之前给我一个错觉，他好像已经得了什么重病似的，就是行动都不便。这一个月感觉他腿脚特别利索，然后走路啊、精神啊都不错，所以就是你一直让他去体检，体检也逼过了，你怎么劝都没有用，那就无所谓了，那就他确实他是特别容易害怕的人，我觉得他如果知道自己得了什么，他确实是会像他身边那些人那样自己吓自己，然后就可能走得更快，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就是他也不疼啊，也身体表面上看没什么大问题，所以我就由着他，反正他就这样的状态也挺好的，吃东西很香。对啊，睡得也好，对啊，对，这个就是尊重他个人的意愿了。对，肯定的。的确，有的人看完医生，像我姑丈，就是他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说得了肺癌，结果呢3个月就走了。医生说你还有大概半年到1年左右，结果3个月就走了，自己吓自己。对，就好像不说的话，反而能活得更久的一样。他知道他得癌症之后，每天躺在床上。就是哎呀，我快死了，就是那种自己吓自己，把自己吓死了，3个月就把自己吓死了。对，就我妈妈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就她自己就坚信不要做体检，就这样啊。像我姥爷也是，就是我妈的爸爸嘛，对啊，就是平常都挺好的，然后就看完医生，然后就3个月就没了，也是，就自己。对，就是吓自己，就是他就是要，我姥爷就是坚持要各种那个上治疗啊，就是对，就这个感觉吃的这些药和这种治疗的方式，好像反而把他更快的推走了，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没有达到那个必要的感觉去做进行那么大的治疗啊，对，刚刚听到猫的惨叫声，刚才瑶瑶叫，不是猫叫啊！我以为是猫在叫，是瑶瑶在叫，瑶瑶在喊呢。我以为是猫的声音，猫不能这么，猫的声音没那么响，要这么响的话是很惨烈的叫法了，没有这么响。我以为瑶瑶踩到猫的尾巴，没，瑶瑶的尾巴被猫踩到，对，猫踩到瑶瑶的尾巴。哎，这可以写一个儿童故事。对呀，OK。好，蛮有意思的，就是对啦，因为我们年纪也有了，慢慢都会要面临这些父母年老的问题。像我爸爸还好，就真的是健康是最重要的。我爸爸现在除了一些基础病之外，都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对，也会骂人。也会抱怨，还能骂人是好的。对，我心里都想说，你还有力气骂人，表示你活得还不错，生活也很好，所以你才有力气骂人，那也不错。骂人也在释放所有这个压力啊，对，情绪对老人来说，情绪能够释放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我觉得他想要抱怨，他想要生气就随便他，然后他开心就好了，对啊。所以就是慢慢，我觉得我们年纪到了，就会有一些人生的新课题。慢慢的40岁、50岁新课题，小孩长大了，父母年老了，那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怎么面对自己的心情，要怎么面对他们？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转变是很有意思的。对啊，我们是不是该问茶叔问题了？笨叔，你们有问题要问我？我有啊，他有，你看那小坏的样子，你这个奸笑让我有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就是一边回答一边在想问你哪2个问题啊？你们好深沉，你们城府好深呢。我没有，我很空空如也。我有啊，我没有，我有啊。而且我设计这个2选1，我就是觉得你有一个问题肯定不想回答，所以我就我不会，我不会，我给你一个台阶。那先把这个难回答，不大可能会回答，先说了。好，问吧。是吗？那我先问这个问题。你先问这个，就是因为每次嘉宾来茶叔都会问八卦嘛，对吧？那这次我也想问一问茶叔的八卦，就是我觉得灿叔也很好奇，也想问。你把我拉下水干什么？你自己问就问去。好来，我知道你想问啥，你问。你知道贝叔想问啥？来，你说一下那个关键词。你们心有灵犀吗？是那个4个字的关键词吗？心有灵犀。灿叔，你怎么？我咋可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你读懂我。就是茶叔这个距离上次那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感情的 update 后续吗？已经很久了。你们对这种事情会好奇哦？就是在悬着呀，我们就是我们在看连续剧一样，没有一个就结局。这个连续剧一直没有更新呢，这个就好，就是我啦，我个人感觉这是一段很无聊的恋情，就是别人不会有兴趣想知道。对，不会啊，我俩有兴趣。会啊，你看我俩就是我俩在吃瓜的前线发挥报道。大叔中文绝对不八卦啊！你看灿叔一下就知道我要问什么，我都没有开口他就知道了。就是就没有第2个问题了啊，茶叔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好好回答这个问题。巨细无遗的回答这个问题。好。这个连续剧过了好几季，最新一季一直没有更新。对呀，没有更新。上一次都是2年前了吧，对吧？就2年断更。就是怎么说呢？跟他基本上就是有一些阶段的感觉了。比如说我们刚认识的那几年，就是感觉是他有时候没有很强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有时候一开始是很强烈，没有错，就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就传讯息、传照片，然后就聊一些家里跟自己的心事这样子。但是就是知道彼此喜欢，一开始是这样。那后来可能我觉得他倦了或累了，然后就是。偶尔他会比如说给我一些心理上的模考，就是说可能他会1-2个月都完全没有讯息，然后我就会一开始啦，然后我一开始就我这个人就是会你怎么都不理我，你怎么对啊，然后后来突然我就写说，那我们分手算了，就我们不要理对方算了。每次到了这个节点，他就会传讯息过来。说不行，我们还是要这样保持联系。你是我唯一可以这样聊心事的人，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然后我这个人又受不了，又好吧，那我们又继续这样传讯息啦，传视频啦，什么样？那感情会增加还是会变淡呢？就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这个人对感情就是有也好，没有也好，但是。面对一个其实我还蛮喜欢的人，会就是我要他在，我要他存在在我的生活里，任何形式都好，就是我知道他，我要跟他传讯息，他会回，我们分享照片，分享自己生活的环境，遇到什么人，他跟朋友在喝茶。他在家里怎么样？我都想要知道他的声音，他跟夕阳的合照，我都想要知道。我就是，可以不要接触，但是我要知道他存在在我的生活中，我就很满足了。因为我也很忙，我不需要太多像布莱那样子，每天要跟女朋友腻在一起，以至于影响他的生活作息。我也不想要这样。
我觉得我的生活还是要过下去。那是小年轻有的状态呀，不一样。对，就是我现在会觉得说，我不要那种腻在一起的也好，因为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有自己的爱好，我有自己想要进步的地方。那这样的远距离恋爱反而让我可以达成这个目的之余，我还可以有一个心理感情或心理寄托的对象。对，所以这一开始我觉得曾经有一度，我觉得我不要再这样子，他1个月不理我，又在一起又不理我，我觉得我有时候受不了这种反复的过程。所以那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说，我就很斩钉截铁的说，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子。然后就是他想到你才会联系你，是吗？那一阵子是这样。OK， 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删除了。从我就是我用 WhatsApp，但是我用 WhatsApp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我的 WhatsApp 上面只有他，没有别人对，我其实是不用 WhatsApp， 我用 WhatsApp 是因为他。我就在 WhatsApp 把它删除了。然后那天刚好有直播，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熟悉的账号在那边，他就用英文写联络我，然后我就故意不理他，他就一直贴联络我。那学生们也看到了联络我啊。对，当然学生会以为他是来乱的一个人而已，但是我知道那是他。然后那你当时就是分心了吗？还是你还是我肯定分心，就是我就看，然后我一定要回他，不然他会一直刷屏嘛，会一直洗屏嘛。我就说好，我就用英文说 OK， 我就会回复你哦，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听到我回复了，就离开了。好曲折呀！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心情，可能我不晓得，我觉得外人听起来可能就这样有什么，可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很澎湃的，就是对啊，他会来找你，他很开心吧？就是对我，就是我才跟他提我不想跟你再联系了，他没想到他下一秒就是当天晚上他就马上刷屏，就刷，因为他从来不看我直播。但是他知道我有在直播这个中文，所以我那个心里是很澎湃的，就是说，可能你们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这有什么好澎湃？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对啊，如果你喜欢他，那肯定能理解啊，对啊，他很重视我耶。然后其实他那时候不在乎我，其实可能有他的原因在或什么。然后我又在 WhatsApp 把他加回来。那茶入有一点很好奇哈。就是因为你之前和我们分享过好几段恋情，就是你当时提出分手的时候，其实挺决绝的，都是。是的啊。但是这个你好像有对，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真正在一起的原因，还是因为远距离啊等等这个原因？这个我觉得我真的喜欢他吧。前面那些不够喜欢的，但是前面那些感情，就是你在身体上也就拥有过别人，对不对？对，这个等于说还是没有，我不能去解释他，就是说，他的我还记得那一阵子，就是他有时候回应，有时候不回，然后我心里就很煎熬，很挣扎，干脆不要在一起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课，在补习班上课，然后我就其实就打定主意不想跟他联系了。然后那时候很好玩，就是我上课上到一个英文的语法点的时候，突然叮咚，然后我就眼睛一直瞄，然后我就很想去看，我知道是他传的信息，我就很想去看，可是我又在上一个重要的语法，然后那时候学生你知道，学生都来看我，老师怎么突然好像分心了，然后又好像，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没有办法上课，那个感觉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他没办法让我专心上课，我是一个很专注于工作的人，但是他会让我没办法，然后我就这样，又不可以，我在上课不可以，
想要回复，不回我又怕他又不回我了，我又要等好几天，然后那时候心里就很挣扎。那个时候很好笑，我那一班有12个学生嘛，然后有个学生举手，老师你如果有事的话，你可以去办你的事情，你可以去厕所看或回。没有，这个时候你就说现在你们读课文呢，或者是我很想小组我很想，可是这样很奇怪，因为你的语法点正要开始的时候，你就突然中断了。就不合情。没关系啊，你就说你们2个在一起想6个例子，你们2个，然后这个语法点给10个例子。没有学生很贴心，学生就说老师你去回那个信息，那我就赶快，我也不理了，赶快去回。就是说我是真的在心理上我不是蛮喜欢他的。那后来这几年很有意思，就是我开始告诉他，我这几年是很痛苦的去喜欢你，包括我们是远距离，包括你这样对我，对，然后那个很痛苦，然后那茶叔你会因为不好意思，你继续，你继续，就是他就怎么样？对，你吃瓜吃的脸上都荡漾起来的笑容。然后有一年，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前几年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就是他是一个来自乡下家庭的人，有很多传统的包袱，对，然后他那时候家里的经济负担也很重，然后就是跟我说他有很重的心理上的压力跟问题，所以他也很后悔那样对我。他说从现在开始他不会再这样对我，他已经想通了。那个他们伊斯兰教嘛，都说什么安拉什么什么，他说安拉指引了他可以面对了，就是说到做到了吗？之后这几年的确他是对我蛮好的，就是在他能做的范围内他都会满足我，然后他也不我觉得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状态，我要求也不多，就是我信息给你，你会回我，然后我说个爱你，你也会说个爱我，我要亲你，你也会亲我，就是类似这样。但是茶叔就是毕竟还是远距离，而且感觉好像在比较短暂的这个时间内，你们也不会见到面，对，所以会不会你觉得这么一个感情会阻碍你去认识新的人，去这个有新的感情？因为不会，完全不会是吗？你也不会觉得可惜，就是觉得因为保持这个关系，我是这样啦，我自己知道自己没有魅力，也不帅。没有啊，你很有魅力啊！我很多学生肯定爱你。我自己觉得啦，就是第一个，我觉得自己的我不是很有魅力的人，我也不帅。那所以我觉得我要找到，以我现在这个年纪，要找到一个新的恋情并不容易，而且我年纪也大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也无心于找一段新的恋情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很享受我的生活了。如果你要我做太多的改变，为了对方做太多的改变，我也做不到，我也没有办法满足对方。现在这个远距离恋爱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既可以专注于我的生活，但是情感寄托上也有人。那至于可不可惜，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我个人是完全不可惜，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活得很好之外，我的感情有寄托了，然后我也不需要为这段感情付出过多的精力，或者是想法，有胡思乱想那种，不需要太去钻牛角尖。就是这几年，我觉得我跟他真的是蛮稳定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意对方，会关心对方。然后分享对方的生活，我觉得就够了。那有没有一天我们会见到面？我觉得会有的，我觉得会有的。我的内心是这样相信的，会有的。我一定会跟他见到面的。就是
会有。我这个人都是先相信。你去找他还是他来找你呢？肯定我去找他，对，就是我都会先相信了，对啊，之后我觉得就会发生，我相信我一定会跟他见面，然后就是好好的跟他聊聊天或在一起或怎么样，什么都好，反正我对未来不设限，但是我很享受现在的关系，然后我也很享受现在他对我的方式。所以就是很普通啊，对，然后就是说，我也不会担心他突然不见或怎么样了，现在就是很稳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频率，就是每天吧，每天都会，就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我都会写在上面。我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传个那个 voice clip 给他，真的吗？哇，然后就我可能去公园散步，或去吃早餐，或怎么样，就拍一拍寄给他。这是我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对。那他一样，他起床后第一件事情也是这样。我一定要，如果他没有寄给我 voice clip， 我就会跟他说我很生气哦，你赶快给我准备好哦。然后睡觉前，我睡觉前的一定要的工作就是也是自拍，voice 就没有拍了，我就给他 voice clip，然后就说个晚安，所以整理一下今天做了什么，今天的心情就分享给他，或者有时候录一段短的视频，就跟他这样讲话，这样，对，就是一个很简单，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比较不聊，是这没什么，这就是没什么好聊的，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一个彼此可能在情感上需要的一段感情而已。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少有这样的这种恋爱了。我觉得对我跟灿叔来说，不是说很平淡啊，对我们俩来说是挺有意思的。你怎么帮我判断了呢？我来说话呀。你是灿叔的背后灵吗？还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呢？所以灿叔刚好可以发问了。我不需要发问，我是觉得真的是，其实你说这个很平淡，但这其实是一个很不普通的一段恋情，就是它不常见，不是世俗就是层面上的这种很普通的这种恋情。我觉得，因为你刚才说的一个细节，就是你之前在教英语的时候给你发信息，就说你这个其实时间已经持续了很久了，很久了。而且我刚才就是又提到，就是你之前那些恋情，你都是分手非常决绝的。那其实可能真的能判断这个女生真的是你内心真的是非常喜欢。我觉得未必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真正在一起，肉身上在一起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的每天的联系的频率就是每天都有，但其实并没有腻。那每天都愿意分享这些东西，可能是内心深处，我是真的是觉得内心深处有很多很契合的东西，才能让你们愿意冲破一些阻碍吧。我是觉得不管是时间地理上的，还有一些传统上的一些阻碍吧，我觉得也有，对不对？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每天传信息或声音应该会腻，可是我没有按道理会啊，每天都一样。我没有这种，对，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会很想要听到他的声音，或者他想要跟我说什么，然后我还会强迫他说，你要说一些 romantic 的话哦，要不一样的，我都会这样要求他。对，那他还会做到。要是我没有记错，就是你之前是不是提到过，就是你一开始教中文也是有一定原因，是因为这个女生做这个视频，对啊，就很长时间了，很早以前了，那真的。大叔都4年了，这个那个从茶叔开始，他做油管就得6年了，已经6年以上了。7年，我跟他可能有这样7年了，方式7年，已经是在现实中已经是老夫老妻了，这么久了，对啊，而且我创那个油管我自己的频道，真的也是因为他，对，对啊，对，我是觉得很难得了，就是不管说有没有这种柴米油盐，就是你们起码在心灵上很契合，就是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有那么多话可以分享，每天都愿意说那么多话。
因为很多人在一起6、7年早就已经平淡如水了，寡淡如水，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说的。这个是愿意说话，我是觉得就是2个人，我是觉得最好一个状态。之前我表弟还是表哥和我分享，就是说他以前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外公外婆他们都不就醒来之后不起床，先在床上先聊天聊很久。我觉得这个其实就2个人有很多话聊，这其实就是感情很好的一个状态。是的，对，就是不需要大富大贵啦，也不需要什么豪宅啦，或者是名车啊，有时候最平淡的生活，好像是最有意思的感觉啊。然后我会觉得未来还是会怎么发展还不晓得，但是我这个人的哲学就是，反正就是把握现在，因为我跟你讲。我总是觉得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以前那种断舍离都弄不清、离不清也剪不断的，一直到现在是很稳定的了。我就会很珍惜现在，我每天还看得到它，对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自己，就是我还算蛮有耐心的人，蛮有毅力的人。就是当我每一次在做我的油管直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也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在延续这段感情，所以我觉得你看我直播做了7年了，到现在都没有中断，我就觉得我还蛮佩服我的毅力的。对，真的。满意了吗，笨叔？笨叔满意了吗？对啊，满意了，开心了吗？这种问题不要再问了，无聊死了。最后一次了。过2年再问一次，有新的发展我再告诉你们了。因为说实话，这1-2年真的是平淡如水，没什么。但是茶叔你们视频过，你知道他是真人对吧？因为你直播他看到，因为你直播他可以看到。你是说可能是伪娘或者是什么？可能是伪娘或男人要骗我，是不是？我有遭到过诈骗呢，就是对，肯定不是。划不来吧？7年你诈了个什么？对，就是谁要跟你诈7年？要看一看视频，有人用别人的身份和照片那个这个我肯定不担心了。好的，我们有很深入的看过对方了。很深入的。好的，这个就好啊，因为我有被诈骗过嘛，所以我有这个惨痛的经历。你被诈骗过？你被感情诈骗过吗？对啊，这在小软件上啊，就是跟一个人说过，对啊，聊了有做过一期，聊了好几个月。我咋没印象呢？有吗？有了，记得啊。然后他说要来中国看我，然后我当时还说你这个日期我刚好不在，然后我还帮他找好朋友去接待他什么的，然后结果最后是个骗子。我有听过，好像是。对，肯定不是啦，我就是一定要视频检验一下，对，而且都是不是真人？这么多年了，视频是我跟你讲，最初的时候几乎每天视频，所以根本就不担心。好的，对，对，好的，安心了，我们2个安心了。好那我们都回答过了是吧？每个人都回答了。OK， 那可以升华了。好，节目的最后，请大家小心诈骗啊！现在诈骗。反诈宣传诈骗，最近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啊，请大家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啊。当然网络上的感情有时候不一定是虚假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谨慎啊。然后我觉得感情会以任何形式存在，所以不要觉得你的感情很丢脸，或者是不正常，或者是不为世俗所接受，没这回事。对，只要彼此是真爱，任何形式的爱情都是值得被祝福的。对，真的，我真的这几年有这么很深的体验。只要2个人彼此相爱，感情是真的，我觉得真心实意的，就值得被祝福，值得被接受。值得继续走下去，不要因为旁人的眼光而质疑自己的真心实意。要
做勇敢的爱别人的人。你怎么每次都说这么好？对呀、我们两个就是热泪完全没有办法。难怪布莱会被我说哭了，真的呀，布莱会被我说哭了，真的真的，真的。那会儿那一天还讲一讲，他真的这样哎，我想说，我又把人说哭了吗？罪过罪过。下次要把我们两个说哭啊！把我们说哭那太容易了，茶叔只要用点小心思，那还不如手拿把掐啊！继续。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莫名其妙又搞出了一集，我很满意，我很满意啊，非常的满意。我们俩很满意吧？我跟子树太满意了，吃瓜成功啊！好，那我们在大家的祝福下完成这集吃瓜任务，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好的，拜拜。